你也不要怪我，只要你死了，你父母给你遗留的上玄宗名额，就是你大哥许成的了。你怎么醒了？我明明给你下药了。楚嫣儿，记忆中这一幕发生在许成下药那天。这么说，我是重生了。上一世许家将我收养，最终目的只是为了我父母留下的上玄宗名额，为了把名额给许成，给我扣上一个染指嫂子的恶名，将我打入暗无天日的地牢里。哼，陈阳，你只是一个不能修炼的废物，凭什么进入上玄宗？只要你死了，名额就是我的。这一世你们欠我的，我要一一讨回来。请知道宿主意难平，现觉醒人生选择系统。选择一：忍辱负重，任凭楚嫣儿陷害，获得破草席1张，助你入土为安。选择二：破局反击，奖励修为提升1级。老天都觉得我上辈子死得太窝囊，给了我重生的机会。陈阳，你这是什么表情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可不要乱来啊！乱来？你刚刚不是挺主动的吗？怎么现在不愿意了？我现在火很大。恭喜宿主走出人生反转第一步，由于宿主反转程度超过系统预期，奖励修为连升3级，当前修为5到3品。5到3品，系统给力啊！本来我还担心面对许成和那个老东西要费一点脑筋，现在就无所谓了。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。只是奇怪，嫣儿去了这么久，怎么还没叫喊？该不会是下药太猛，那个小畜生还没醒吧？混蛋陈阳，你玷污了我，许成是不会放过你的。这话说的，你刚才不是很配合吗？今后就留在我身边，做个通房丫鬟吧。陈阳，你个小畜生，敢碰你嫂子，我要你的命！哼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恭喜宿主突发选择，选择一：逆来顺受被许成打压，在窝囊和生气之间选择受窝囊气。选择二：打击许成的嚣张气焰，成功反转可获得地品功法火龙掌。地品功法，这可是连上玄宗都视为珍宝的存在，看不出来吗？你瞎了？我在和你未婚妻喝花酒，她已经是我的人了，而且刚刚表现非常好。陈阳，你个小畜生，竟敢如此放肆！赶紧把你嫂子放了，给我跪下认罪，不然我弄死你！混账东西，你在做什么？她可是你的嫂子！我家怎么养了你这个狼子野心的畜生？还不快听你哥的，给我跪下！说完了吗？嫣儿，倒酒。陈阳这个没有修为的废物，怎么敢在我5到1品高手面前如此嚣张？为我。不要！陈阳，你敢用嘴？不错，酒很香。陈阳，你这个废物，我他妈杀了你！怎么是不可能？以你5到1品的实力，也敢对我出手？谁给你的勇气啊？小畜生，你折辱你嫂子，还对你哥出手，这般大逆不道，你还是人吗？陈阳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！要不是我们许家收养你，你早就死。哎呀，不可能！我5到2品的修为，竟然躲不开他的攻击。老家伙，这几年舒坦日子把你们给过傻了是吧？你们许家怎么对我的，你心里没数吗？小畜生，你要翻天啊！哎呀！
打他没打你是吧？没有我，你们许家屁都不是！你也敢说翻天？怎么回事？这小子怎么突然这么厉害？阿阳，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呀？老不死的东西还在装，那小爷就好好陪你们玩玩。别那么紧张嘛，我就是随口一说而已。陈阳今天10分有12分不对劲，而且他竟然还是个3品武者，计划有变，还需从长计议。阿阳，既然是误会，那今天就这样吧。啊，阿成，还不带着燕儿走？还不快滚过来！就你，除了能弄女人一脸口水，你还会干什么？他，我要了，你有什么意见吗？你没意见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楚家女你看上了就给你，反正也没便宜了外人。啊，走。等等，我看大哥今晚估计睡不着了，正好在门口替我放风吧。陈阳，你好，你大哥闲着也是闲着，今天晚上我们一家3口对你放风。陈阳，你怎么还来？我受不了的。别废话，自己动。哎呀，动就动，你这么凶干嘛？妈的，这狗东西这么羞辱我，我一定要弄死他！冲动，我知道你心中不满，但陈阳这个畜生今日太反常了，不仅强势无比，就连实力也提升到了武者3品。现在对上他，我们没有任何好处。那难道就这么算了？你姐那边已经来消息了，明日他会代表上玄宗送来名额，到时候你就是陈阳。等你加入上玄宗了，他陈阳算个屁！你想让他怎么死，他就得怎么死。恭喜宿主反转程度完美，奖励天品功法离火天龙掌。此外，鉴于宿主2次做出完美反转，奖励宿主天赋，所有功法自动大成。恭喜宿主修炼成功，修为提升到5到4品。不愧是天品功法。别装睡了，你这个暖床丫鬟做得不错，我就暂时饶过你。说说看，许家的背后都有谁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是听许成说过，他姐姐许有容已经被上玄宗的长老收为弟子，有他在，万无一失。许有容，原来是他呀！怪不得许家敢这么明目张胆的对我。好大的狗胆！我才离开多久，他就敢在家里发疯了？有容啊，你是不知道那小畜生有多嚣张，打完你弟，打你爹，打完你爹又打我，还当着我的面和楚燕儿那个贱蹄子卿卿我我。是啊，姐，这就是在羞辱我呀！你可一定要给我做主啊！他怎敢如此？陈阳这小畜生，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点机缘，已经有5到3品的修为。蓉儿你，父亲放心，如今我已经是5到4品的修为。今天我就让这个废物知道，在我们许家，他只有当牛做马的份儿。阿大二，去把陈阳这个小畜生给我押上来。是。哎呦，我说是谁的狗这么嚣张呢？原来是大姐回来了。陈阳，谁给你的胆子，在我面前动我的人？你的人敢挡我？谁给他们的胆子？是你吗？你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我应该怎么跟你说话？像以前那样，
卑躬屈膝当你的一条狗吗？在山上找了3天3夜，终于找到了这一株血灵芝。大姐她就要进入上玄宗了，有这一株灵芝，一定能帮到大姐。大姐，你看我给你找来了什么？血灵芝。拿都拿来了，就给来福吃了吧。我不过是用你们对我的态度对你们，这就受不了了。我不过是用你们对我的态度对你们，这就受不了了。陈阳，你找死！我姐可是上玄宗的人，而且还是长老弟子，在我姐面前还这么嚣张，活腻歪了吗？你还敢笑小畜生！昨天你这么羞辱我，你当没人治得了你？治我？你们是不是觉得徐有容回来了，你们就有靠山了？你敢打我？我打你！啊？怎么了？你打我，你又打我！我姐没来，你打我；我姐来了，你还敢打我？我打你还用看谁在不在吗？你够了！想不到我离家几年，一条狗也长出了獠牙。陈阳，你现在跪下赎罪，说不定我会看在往日情分上饶你一次，否则以死谢罪。恭喜宿主触发选择，选择1，跪地求饶，唯唯诺诺，如上一世一般品徐有容，奖励1双双层护膝，实乃下跪求饶必备产品。选择2，硬刚到底，真男人就要无惧一切，教徐有容做人，奖励玄品法诀，游龙身法。真男人，硬刚，还要到底，总感觉系统不太正经啊。哎呀，不错，还是那个味儿。几年不见，依旧这么嚣张啊！可你哪里来的错觉，觉得我会给你脸？你说什么？我说给你脸喊你一声姐，不给你脸你就是个贱胚子，懂？你放肆！你敢对我不敬？敬你？你配吗？我站着你敢坐？怎么，风停了雨晴了，你是不是又觉得你行了？你们也不行啊！我还以为你们真能给我带来什么惊喜。他好霸道，可我怎么有点心动了？陈阳，既然你不知死活，那我亲手让你知道什么叫尊卑。哟，5到4品啊！现在怕了，可惜已经晚了。我会让你……陈阳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怎么敢对我姐动手？你说要让我怎样？哎，对不起啊，我刚刚没听清，你要不要再说一遍啊？你不是5到3品，你也是4品。可即便如此，你怎么敢对我动手？我要你！姐，我让你说，你还真说啊！徐有容，就你这点实力，还当许家的靠山啊？可是你不配。行了，把上玄宗修炼的名额交出来吧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耐心，别逼我扇你脸。原来你费尽心机是为了上玄宗的名额，我能给你，你敢要吗？啊！那可是给我的，你够了，你闭嘴！我有什么不敢的？那名额本就是属于我的东西，即便到了上玄宗，我也是你们凌驾不了的神。好，那我给你，我在上玄宗等你。对了，我这里有封信，是你爹娘留给你的。
杨儿，我和你娘亲在上玄宫为明阳真人为奴10年，终于为你换来了一次修行的机会。等你长大，就能入上玄宗修行了，到时候你就能成为仙人了。记得，一定要好好修行，你一定能成为我和你娘亲的骄傲。为奴10年，为我换来一个修行的资格，那我怎能让你们死得不明不白？明阳真人，我记住了，这一世欠你们的，欠我的，他们必须还。恭喜宿主，铁血无情，强势打压，天地游狼诀，身法快如鬼魅，动如虚幻。好快的身法，有了这身法傍身，只要不是碰到那种5到8品、9品的老怪物，上玄宗对我而言也没什么威胁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去上玄宗走一走，讨要一下当年的战。收拾行李，和我去一趟上玄宗。太嚣张了！陈阳这小畜生太嚣张了。蓉儿，他对你也敢动手？哎呀，姐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那名额本来是留给我的，现在给他了，我还怎么去上玄宗啊？无妨，一个名额而已，他想要那就给他。他以为是一个机遇，殊不知这是索命的毒药。以后你就是上玄宗的杂役弟子了，这里就是你的住所。不知道这是哪来的傻缺，才入宗门就得罪了许师姐，以后有你们受的。哼！陈阳，主人别生气，是嫣儿喊错了。这是不是搞错了？怎么让我们住这种地方？这就是徐有容的手段，不用在意。他在我这儿就是跳梁小丑。放肆！许师姐的名讳也是你能提起的，敢对她不敬，找死！哎，看到没？这就是舔狗。你狗主人没在，自己汪汪汪叫起来了。请知道宿主被徐有容针对，触发选择。选择1，忍气吞声，奖励宿主扫地僧扫帚1把，从此了却红尘。选择2，给眼前狗腿子1巴掌，奖励宿主初级淬体丹1枚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可是正式弟子，你一个杂役还想对我不敬不成？好好的人不做，做狗了。做狗了，我还得敬你。我打狗从不看主人哦。你完了！我这就去告诉有人师姐，我要让你生不如死。好啊，正好把我也带过去，因为我不仅喜欢打狗，我还喜欢打狗主人。狂妄的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！宿主选择暴起出手，堪称铁血硬汉，奖励升级，奖励宿主天品丹药天地造化丹1枚，极品淬体丹2枚，玄品武器凤鸣剑。天地造化丹，这可是连5到9品都眼馋的东西。这就突破5到5品了，身体无垢，洗尽铅华，说是脱胎重生都不为过。这淬体丹对我来说已经无用。还有这把剑，虽然是玄品，但明显更适合女人。这个拿着。这，给我。虽然你是个侍女，但是你伺候我伺候得很舒服，这是我给你的奖励。好了。既然他们要给我下马威，那我就剁了他们的马腿。今日我弟弟拜入翼龙峰，各位师兄师姐、师弟师妹能前来祝贺，有容记在心里了。参见师兄师姐们。师妹客气了，我们玉龙峰上下一心，你弟弟就是我弟弟，我们自然应当多加关照。
这是我给咱弟弟准备的淬体丹。多谢师兄。哎，是啊，师姐，你就不要客气了。这是我给弟弟准备的黄品武器天霜剑。多谢师姐。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贺礼，我准备的多谢多谢。我有贺礼送上。既然是师兄师姐他们给你的，你就不要客气了。多谢师兄师姐。陈阳啊陈阳，不知道你现在看到你的茅草屋是何感想？跟我斗，我玩死你！师姐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慌慌张张的像什么样子？没看到我在宴请宾客吗？他来了！我都说了我是师姐的人，可他非但不听，还说喜欢打狗，更喜欢打狗主人。陈阳啊陈阳，你还真是嚣张！来了上玄宗依然如此莽撞。今日我这里这么多弟子，你说来，我看你怎么死！你刚说什么？谁打上来了？我倒要看看谁这么放肆，敢不把有容师妹放在眼里？就是师姐安排在杂役那边的那小子，他来了。这么热闹啊！你觉得这儿怎么样？你觉得这儿怎么样？这里灵气充裕，风景宜人，自然是极好。行，这么说的话，这个地方我要了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这可是许师弟的别院，你也配染指？陈阳，我看你是羡慕嫉妒恨吧？陈阳，你看我众星捧月，你再看看你，哼，孤家寡人，你是气不过才来我这儿找存在感的吧？不过可惜，这里是我修炼的地方，他们都是来祝贺我的，哼。看到了吗？这可是黄品武器和淬体丹，都是师兄师姐们送给我的贺礼。这些是你这辈子都得不到的东西。这种垃圾我确实是触及不到。哼，黄品武器、初级淬体丹，哼，狗都不要。这可是淬体丹，也只有我们上玄宗才有几颗，在外面那可是有市无价。你竟然说这是垃圾，你是看不起我吗？这天霜剑可是由我师尊亲自给我打造，更是达到了黄品品级，你竟然敢说狗都不要，你在辱我师尊！妍儿，把我给你的丹药还有凤鸣剑拿出来，让他们长长见识。这便是公子给我的极品淬体丹和玄品武器。现在还觉得自己众星捧月吗？还觉得我在羞辱你吗？陈阳，跟我碰，你们也得有那个实力才行。玄品武器，这怎么可能？她一个侍女，怎么能拥有这种剑？极品淬体丹，这种品质的丹药，只有传说中的金传弟子才有。她一个侍女，怎么可能有？一个侍女怎么会有这么高的待遇？看那搔首弄姿的，肯定是拿身体换的。哼！去，给他们两个耳光。啊？你敢？干得不错，我的人。你们不配指点，更不配指指点点。他这是为我出头吗？他好霸道。陈阳，你找死！这里可是上玄宗，你这么不给师兄师姐面子，你就不怕上玄宗容不下你啊？还有楚嫣儿，她一个敢动手打师兄师姐，她也要死。就这么几天就好了伤疤忘了疼啊？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逼逼赖赖的？陈阳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我本以为你生性残暴，所以给你派了一个杂役的活，没想到你不识好歹，而如今来这里惹是生非。恭喜宿主触发选择，恭喜宿主触发选择。选择一，缩头认罪，被徐有容打压，奖励万年乌龟壳一副，品质上乘，你值得拥有。选择二，
生死看淡，不服就干。当众拆穿徐有容的算计，奖励巫道茶1两，也样能提升几分修为。还真是个经验宝啊！上赶着给我送奖励。我打他没打你是吧，徐有容？他比你好，他只是坏，但是坏在明面上。你呢，又蠢又坏，但是我不在意，我就站在这儿，谁敢与我为敌？年轻人不要太气盛，这么嚣张，在这上玄宗怕是不好办了。不好办，那就不办。你果然没让我失望。这些人是不怎么样，但他们背后可都是真道院的人，真道院的强者无数，我看你以后怎么活。陈阳，你太过分了，即便是对我不满，也不能这么对待师兄师姐。这不就是你想看到的吗？你说什么？我怎么可能这么做？你还装？我如果不跟他们为敌，不就浪费你这么辛苦搭戏台了吗？不过可惜你的算盘打空了，我跟他们为敌，对我来说无所屌味。你这狂徒，纵容一个侍女这样对我们，你还将我等放在眼中吗？第一，我这人不怎么听劝；第二，我从来都没把你们放在我眼里过，惹了我就乖乖等死。但是我给你们2个选择，要么与我为敌，要么现在就走。小子，别太狂妄，敢打我，敢对有容师妹不敬，你这就是大逆不道。不错，不过你要是让你的侍女把丹药和武器交出来的话，说不定我可以谅解你的冲撞。不错，还有我们，把东西交出来，我也要一枚，赔偿，否则赔偿。陈阳啊，就算你看破了我的算计又如何？看穿这是我为你设计的一场戏，你依旧没办法避开。现在的情况，要么你低头，但你只要低下这一次，日后在这上玄宗，在我面前，你只能做一辈子的狗；要么你就与众人为敌，那样的后果，你必死无疑。都给我闭嘴！你们1个2个修炼修傻了是吧？还赔偿？活腻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你！好。什么实力啊？啊！也敢在我面前叫嚣？徐有容在我面前都得把头给我低着，就你们，配吗？怎么会这样？他怎么敢的？这个结果满意了吗？你要做什么？现在知道怕了。你玩这些小心思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我会翻脸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有什么怕的？倒是你肆意妄为，伤了这么多师兄师姐，你就不怕吗？伤他们已经是我仁慈，要是下次再惹我，都得死。他们背后可都是真道院的弟子，你惹了他们，就是闯下了弥天大祸。陈阳，巴掌落在你脸上，知道疼了。我知道你背后有人，也知道他们背后有人，但是我不怕。谁当靠山，我弄谁，包括但不限于你说的真道院。至于现在嘛，这个院子我要了，你们可以滚了。陈阳，你会后悔的，我会等着你跪着求我的那天。时间不会太久的，只不过呢，是你跪在我面前。姐，你等等我，你别过来，你已经打过我了，不能再打我了。你不说我忘了。不知道这一次会给我带来什么奖励。恭喜宿主完成选择，无所屌味干就完了，远超系统预期，奖励升级，奖励宿主1次完全悟道状态，宿主进入顿悟状态，修为可提升1级。
怎么可能？先天灵根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！整个世界都是独一份儿，我倒要试试这悟道术有什么功效。不愧是悟道术，一次顿悟，我的修为竟然突破5到6品，加上我的身法和功法，真道院中谁能与我为敌？疼！你还能不能好好上药了？公子恕罪，公子恕罪。滚！是。姐，这王八蛋现在是疯了，一言不合就出手，我这都被打了好几回了，有没有法子能治得了他？哼，当然有。今天他只要一出手，他的好日子就到头了。你以为他打的是谁？那是整个真道院的脸。哼，看着吧，到时候我只需要略微出手，就能让整个真道院与他为敌。放肆！陈阳好大的胆子，对有容师妹无礼，本就罪不可赦，竟然还对你们动手，把我们真道院当什么？师兄，都是我的错，要不是我让他进宗门，不然现在也不会引来这么大的麻烦。师妹，跟你没关系。是啊，有容师妹，你千万别这么想。都是陈阳那厮太过于张狂，你放心，我明日就把他逮回来，让他跪在真道院外赎罪。陈阳啊，陈阳，这次没人能护得住你。师姐，师姐，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？什么事能让你这么兴奋？当然是天大的喜事了！我跟你说啊，你可不知道，今天山下来了个小子，第一天就把真道院那些普通弟子全都给干趴下了，还有连徐有容那个老绿茶也挨了几巴掌。哎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啦。不过那小子就没那么好过了，楚长哥已经出手了，这次没有人能保得了他。不，我们保。这葡萄没有你的甜。主人，刚刚你折腾的嫣儿都快爬不起来了，奴家现在腿还软着呢。口是心非，在床上的时候，你的身体可是比你的嘴诚实多了。还不是公子太凶了，奴家好生喜欢。本来听说来了个狠人，刚来宗门就大打出手，不在乎真道院的脸面，把自己的师兄师姐们都胖揍了一顿。本以为是个人物，没想到是个阴贼啊！能得到主人的灵性是嫣儿的福分，怎么，这位姐姐是羡慕吗？你无耻！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水性杨花？有话就说，有屁快放！你个小屁孩跑我这儿来撒野，还骂我的侍女，还有，你知道我是狠人，还敢在我这儿撒野啊？不怕我收拾你？九九，不许胡闹！够劲儿，我喜欢。见过陈师弟，我是灵道峰的周宁瑜。上玄宗共有2峰，真道峰和灵道峰，又各自有真道院和灵道院。这是看我昨日和真道院的人交恶，来拉拢我了。你是来找我的？废话，来这儿不找你做什么啊？九九，对陈师弟客气些。哼。陈师弟，实不相瞒，我今日来便是我能做主，让你进入灵道院。此后，陈师弟也不必担心被真道院报复。这可是给你机会，不然你怎么被真道院那些人弄死都不知道。哼！恭喜宿主触发选择：选择1，能屈能伸接受周宁瑜的招揽，加入灵道院，
奖励盒中健胃香食丹1枚。吃软糊饭，你要有一副好胃口。选择2，硬扛到底，拒绝周宁瑜，做上玄宗品头哥，真男人无需庇佑。奖励低品功法逍遥曲。上辈子没吃上的软饭，这辈子倒是让我吃上了。不过我喜欢软饭硬吃。进灵道院可以啊，但是做灵道院的弟子不行。你不要不识好歹，得罪了真道院，只有我们灵道院能庇佑你。笑话，我还不需谁的庇护，他们敢来，我就敢杀。自大狂，你也就是看他们都不在这儿才敢这么说。要是他们都在这儿，你早就能缩头乌龟了。你知道什么啊？我主人就没怕过。我主人说真道院的人不行，那就是真道院不行。你个婢女知道什么？真道院中5到6品的高手可也有，他怎么比？那也不是我主人的对手。切，无知。陈阳，你最好答应我姐姐说的方案，不然你就等死吧。我这里有另一个方案。什么？你留下做我的女人。你说什么呀？我说你留下做我的女人。他怎么如此大胆，竟然敢轻薄我？可是这种感觉好奇怪，两腿怎么在发软？我这是怎么了？不行，我可是灵道院的大师姐，不能被他哄骗了。你不要脸，你都有你的侍女了，还来撩拨我师姐？做了我的女人，我不就是你们灵道院的人了？你这话说的倒也有道理，但是你凭什么认为我会答应你？师姐，你千万不能答应他，他想让我们庇佑他，还敢肖想你，他不要脸。据我所知，你们灵道院和真道院是竞争关系，但是真道院一直压在你们头上。你做了我的女人，我可以替你打爆真道院。真的？当然了。若是真能如你所说的这样，那我答应你了，又有何不可？行，我等你把自己送到我床上。恭喜玩家完成选择，另辟蹊径，让软饭硬吃，奖励升级，奖励天品功法天皇玉女诀。此功法为双修功法，各种妙用还需宿主自行体会。果然，系统给的任务都基于普通人的思维，我打破常规才能得到更多。不过这正合我意，对于上玄宗，我自然要一路嚣张到底。师姐，他这是在坑你，别说是带着我们碾压真道院了，他自己能不能活着都是两说。你怎么就被他给骗了呢？他有没有这个能耐，很快就知道了。有人来了。哪里来的沙雕？他觉得他很帅啊。陈阳，你可知罪？师姐，这个流氓要倒霉了，轻薄了你，现在收拾他的人来了。我看未必，先看看再说。主人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还能怎么办？我什么时候怕过？敢来，我就敢杀。恭喜宿主触发选择：1，乐客上门你扫他相迎，奖励孬种称号1枚，做仪式孬种，想逼屈人生。2，匹夫一怒，血溅5步，教训乐客，奖励上玄宗地品功法归元气。徐有容，今天我就让你知道，你所有的算计在我面前就是笑话。陈阳，我问你话呢，你没听见吗？算你有自知之明，现在跪下，自缚双手，跟我回真道院赎罪。师姐，你看吧，这小子肯定要低头了，他也就能在普通弟子面前嚣张。现在面对真道院的，不敢嘚瑟了。你会低头吗？赎罪？你算什么东西啊？也配给我定罪？你说什么？言儿，剑给我。你刚才的话我不喜欢。
欢，给你一个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。够胆就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陈阳，你不要冲动，你还年轻，不要走上不可挽回的道路。这就怂了？刚才不是很嚣张吗？哦，对了，刚才不是说让我跪下吗？现在你跪下。陈阳，你别太过分，我怎么说也是真道院的弟子，我今天是代表真道院来问罪的。你敢这么对我，真道院不会放过你的。威胁我？我不在意。你怎么敢？我可是真道院的弟子。又能如何？我做事还需要看你们的脸色吗？放肆！你这是与整个真道院为敌。听起来似乎不错。什么？我这人主打一个听劝。今日我如你所愿，掀翻你的真道院。哼！来了！这家伙真的疯起来了。他还真是个狠人，竟然真的打上了真道院。叫门。这才是真男人，他好坏哦，我好喜欢。陈阳，欺人太甚！我是让你叫门，不是让你狗叫。陈阳，你欺人太甚！我堂堂，你要干什么？这淫贼有点猛啊，都到真道院门口了还在欺负人。你这是在幸灾乐祸吧？那怎么啦？真道院倒霉，我就高兴。谁让他们闲着没事儿欺负我们灵道院的弟子？就是不知道这淫贼能坚持多久。你呀，师姐，你该不会真看上他了吧？他若真有本事做他女人又如何？走，我们跟过去看看。敢打上我真道院，好大的狗胆！听说你们真道院的人想搞我，我来看看是谁在嫌命长。我这个人比较听劝，他说我不敢跟真道院为敌，所以我就来，试试。他疯了，他怎么敢的？姐，这怎么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啊？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？放心吧，云师兄可是5到6品的修成，今天只要他在，陈阳将死无葬身之地。那我就放心了。陈阳，你疯了吗？一个人你也敢挑战真道院？你当你无敌啊？你当真道院的师兄们是昨天那些废物吗？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昨天被他打的那些人是废物。闭嘴！我的意思是，陈阳他太目中无人了。行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昨天被他打的那些人是废物。闭嘴！陈阳他太目中无人了。行了，话都说不明白，还来搬弄是非。不过有句话你倒是说得对，他们的确入不了我的眼。昨天的那群人是废物，今天的这些也不过是比昨天那些稍微强一点的废物。师姐，这流氓好嚣张啊！他太冲动了，云天阔已经5到6品，我都要认真对待。算了，先看看吧，实在不行我出手保他。主人越来越霸道了，我这是怎么了？他越凶残，我越想。一个人就敢挑我真道院，还当着我的面侮辱我真道院，你如何呢？那今日你就留在这里吧。站在你们面前的都是我真道院的3级精品弟子，个个都是人才，随便一个斩了你！行了，别废话，上吧。虚张声势，你去试试他。师兄放心，这种货色我只要略微出手。在我面前，你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啊！你玩不起，你搞偷袭你！行了，别废话，要上一起上吗？打完了我好回家吃饭。都给我上！行了，别废话，要上一起上吗？打完了我好回家吃饭。都给我上！师妹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师兄，
陈阳明明是武道3品，我也不清楚他修为为什么提升的这么快。到你了。你以为打败了他们就能在我面前嚣张吗？告诉你，挑战我是你最愚蠢的决定。武道6品的修为，怪不得这么有底气啊！武道6品在我眼中也不过是练出了肌肉的蝼蚁，稍微强一点的。你太狂了！我可是武道6品的修士，在上玄宗我也是绝顶天才，即便是长老也未必有我的实力。那又怎么样？依旧不够我打。陈阳，之前荣师妹说你是个狂徒，我还不信，现在看来是荣师妹言之有物，你不是狂，而是无知。武道修行，1品1重天，你当你跟我一样是绝顶天才，也有武道6品的修为吗？什么时候天才都这么不值钱了啊？照你这么说，我也是天才喽？你也是武道6品，而且已经大圆满，这怎么可能？他竟然一直在伪装，之前展现出来的武道3品只是假象，他竟然已经武道6品，这怎么可能？前2天他还是任我欺凌的废物，凭什么一转眼就这么厉害？姐，我们怎么办啊？陈阳这么厉害，他肯定不会放过我们的。姐，我们怎么办啊？陈阳这么厉害，他肯定不会放过我们的。不用慌，就算他有武道6品的修为也不怕。如果云师兄不是他的对手，我们立刻就走。武道6品很难吗？我修炼的是上玄宗的秘籍，同级无敌。就算你是武道6品，也没资格在我面前嚣张。那就别废话了，上玄宗的秘籍，我正想见识一下。火云掌。原来就是一个玄品功法，我还以为是什么秘技呢。哎，你做了什么？为什么抬手之间我的力量就无法寸进？玩火，我才是祖宗。这是什么功法？小雪啊，我教你啊，只要你3跪9叩，我可以考虑一下。天品功法，他到底什么来历？还有那武道6品的修为，就算是我，恐怕也不是他的对手。师姐，这个流氓好厉害！那完了，师姐你岂不是完蛋了？他现在把真道院给掀翻了，要是他抓你去暖床怎么办？你在胡思乱想什么？我哪里乱想了？这个淫贼盯上你了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一个个人模狗样，我差点以为你们真道院有多强呢。不过如此吧。他们都躺下了，你怎么还站着？哎，对了，真道院就应该整整齐齐的都给我躺下，少了一个都不算我挑了真道院。恭喜宿主完成嚣张跋扈，搅翻真道院，奖励升级，奖励上玄宗功法升级版天匹功法9宗归元气。不愧是系统王，一瞬之间就是功法大成，连带我的修为也随之突破到了武道7品。看来这系统就是为我而生，我越是嚣张，得到的就越多。看来该刺激刺激他了。哎，这就是你费尽千辛万苦给我挖的坑啊！你最起码找的人也强一点嘛。陈阳，你罔顾门规，上玄宗是不会放过你的。你不会以为我真的是来修行的吧？我是来讨债的，你们欠我的，上玄宗欠我父母的，我要你们一点一点都还回来。但是在那之前，我不会杀你们，只希望你下次能找个稍微强一点的。走吧。这怎么可能？明明前几天他还是人人喊打的畜生，怎么可能一转眼就变得这么残暴？走吧。
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要让你履行赌约了。我不行！哎，你干什么？你快放我下来！闭嘴！行不行？我说了算。今晚我就大被同眠。哎，这就走了？果然是大流氓！不行，我得跟着过去看看。主人玩得真滑，不过也好，他太凶了，我一个人还真应付不来呢。陈阳这个狗东西，也不知道中了什么运气，修为提升的这么快，连云天阔都不是他的对手。不行，他必须得死，否则我们许家人将不得善终。姐，他这么厉害，肯定不会放过咱们的，你快想办法吧，姐。我知道，明天你就下山去，等陈阳死了，你再上山修行。哎，好。姐，那我现在就下山，你可一定要帮我杀了陈阳啊！看他现在过得这么好，比杀了我还难受。放心，从他来到上玄宗的那一刻，就死无回头之路。好，姐，我就先走了。他的父母就是明阳长老杀死的，他若是平平无奇也就算了，他能力越强，死得越快。不过现在明阳长老还在闭关，我也只能先去请师兄出手了。你是说，当年那个被我爷爷随手杀死的2个奴仆的儿子长大了，还在上玄宗翻起了风浪？我觉得他就是为了当年的事来的。哼，不知死活，一个不认命的贱种，杀了就好了，还值得你亲自跑一趟啊？不是有容想来打扰师兄，是他已经把天给翻了。什么意思？一群废物，竟让一个贱种挑了整个真道院。所以有容才有求于师兄，请求师兄出关。好，等你帮我败了火，明日我就去杀了他，帮你啊出口恶气。想不到于姐姐那么端庄的仙子，起来也是那般诱人。我哪有啊？那不知道是谁昨晚竟把我从主人身上推下来？我那是被逼的吗？那又不知道是谁，昨天晚上竟然来了个……行了，别逗他了。不过你应该感觉到幸运才对啊！有没有发现你的修为，你休息的时候已经突破到5到7品了吗？真的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当然是我的功劳。我拥有至强体质，神华无垢，跟我修行，肯定对你大有裨益。一次收修，竟然抵得过一次大机缘，直接将我的修为推到了5到8品。这下我应该有资格去调查我父母的事了。主人，那嫣儿呢？当然也少不了你啊！你有没有发现，你的修为已经突破5到3品了吗？再加上我给你的淬体丹，5到4品不在话下。真的？你们俩这是什么眼神？我们还想要。这是牲口啊！
5个时辰，他一晚上来了5个时辰，他还要来，这是个人吗？可怜我的师姐，被他折磨了一夜。不行，我要去救我师姐。阴贼，快开门！开门！再不开门，我闯进去了！开门！九九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眼睛怎么了？这还用说吗？看他这样子，怕不是在门口听了一夜吧？我没有，你胡说！你不会也缠我身子吧？我缠你哪有两肉？我就是来看看你什么时候死的。徐有容呢，已经去请于通天出关了。他可是一直将我师姐内定为他的女人。你现在提前碰了他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陈阳，要不你还是躲躲吧。那是明阳真人的孙子，一身修为已经是5到8品，实力极为恐怖。你刚刚说明阳真人，你弄疼我了。抱歉。你为什么听到明阳反应那么大？你跟他认识吗？我不认识，但不出意外，我会弄死他。陈阳，你别吓我啊！虽然我不知道你们之间有什么仇恨，但如果徐有容真的将于通天给叫来，那你可就有危险了。 5到8品的确有些棘手，但也未必就吃定了我。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？你5到6品，那于通天可是8品，他一巴掌就能拍死你。谁跟你们说我还是5到6品的？既然我能让你们提升，我怎么可能自己停滞不前？你到底是什么怪物啊？昨夜还是5到6品，怎么一夜就成8品了？这是个怪物，一夜之间提升2品。你要是能得到主人的滋润，你的修为也能提升。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这么不要脸啊？师姐，我没有说你，你是被迫的，又不是。九九，我是自愿的。陈阳他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不要对他有敌意。够了，我们还是来说说于通天吧。既然他是明阳真人的孙子，那如果我把他杀了，明阳真人是不是会亲自过来？陈阳，你别吓我！你当你没有敌手吗？于通天可不是云天空能比的，他实力强悍，修炼的都是顶级功法，身上更有顶级装备。你呀，拿什么跟他打？九九说的没错，他修炼的是上玄宗的顶级功法归元气，而且他使用的武器是他爷爷的法剑升龙剑。不止呢，我当初听说明阳真人从凡间找了10个奴仆回来，用他们的血肉饲养了一头恶蛟，并且利用恶蛟的鳞片做了一副铠甲，防御极强。你说什么？怎么了？原来是拿我父母的血肉制作了一件法衣。好，既然这样，我就将你挫骨扬灰，告慰我父母在天之灵。你是当年奴仆中的后人？不错，我父母当年莫名消失后，再有消息就只剩一封血书和一个进入上玄宗的资格。我当时太过年幼，还被许家用伪善的面容欺骗，搓磨8年，现在都无所谓了。所有欠我的，我会让他们用命来偿还。陈阳，要不你还是躲躲吧。我知道你很厉害，可是他毕竟有靠山。那又如何？于通天只是个开始，血债只能血偿。陈阳，滚出来受死！陈阳，让你嚣张了这么多天，今天就是你的世界末日。师兄，到你大展神威的时刻了。主人，你今日若是打败了他，晚上嫣儿给你暖床啊。
双喜宿主触发选择，选择一，那头便拜狗起偷生，奖励窝囊废之心，一入狗门深似海，从此节操是路人。选择二，拼死一战宁死不屈，奖励上玄宗顶级天品功法神龙变。不够，等我弄死他们后，今晚我们大会同眠。一个剑种而已，也就会放狠话，找优越感。想看你，没想到你之前都是在隐藏，竟然也有5到8品的修为，怪不得敢这么嚣张。不过跟我比，你还不行。这就是用你的父母血肉喂养的那头恶蛟，当年那头恶蛟就是这样，张着大口一口便将你父母吞入腹中。现在该轮到你了。陈阳，这就是你的命，蹦跶的再欢，还是难逃一死。你未免高兴得太早，这点手段还伤不了我。这点手段就跑我面前装逼啊！闭嘴！我只不过是一时大意，才让你钻了空子。你这是在找借口啊！行，我给你个机会，你有什么，我压什么。我要让你明白你的优越感，在我这儿都不是。找死！今日我就让你死在我的归元气之下！你永远不知道你招惹的是什么样的存在。即便你修为不弱，但在我归元气功之下，你必死无疑。不好，天阳他有危险。没事，主人的手段层出不穷，只要主人想，就没有他做不到的事。怪不得系统之前会给功法，原来是为了此刻。归元气，狗都不练。既然你用了，那我就告诉你，什么叫真正的归元气。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你用的什么功法？怎么和我的归元气这么像？既然你诚心诚意的请教，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，9分归元气。师兄，你没事吧，师兄？好霸道的手段，我想看你了。不过我有蟒袍护身，你伤不了我。真他妈能装啊！5脏6腑都废了吧？嘴还这么硬，怎么样？吞血的滋味很爽，是吗？师兄，你什么你？就算你有那么多资源，还不是个废柴啊，也不堪一击。你所有不可一世的资本，在我面前就像一个笑话。你的功法比不过我，修为也比不过我，就你那耀武扬威的身份，我也不在意。现在的你就是一个小丑。你在干什么？你快放手！打伤了师兄，你就是犯下偷。别废话，我这人不听劝。饶你这么久不死，我等的就是今天。这些年你们许家欠我的，先杀你收点利息。你要做什么？当然是血债血偿。为奴10年，我给你们当牛做马，你们把我当狗一样的对待。今天我就要杀了你们，当然还有那上一世的仇。他好残暴，但人家好喜欢。
这流氓居然这么强，于通天这么强，居然被他压着打。师姐，你说他该不会真的要杀了两人吧？他本就背负父母之仇，恐怕他拜入上玄宗就是为了报仇。如今他有这个实力，恐怕不会留手。只是这里动静闹得这么大，整个宗门顾界都知道了，那于明阳肯定也知道了。到时候他要来了出手，陈阳怎么办？怕什么？主人他从来没有输过。那是你不知道于明阳的恐怖，他可是真院主，他……谁敢动我孙儿？终于来了，等你很久了。放肆！竟敢对我孙动手，胆大包天！我不仅对他们动手，我还要对你动手呢。现在你来了，他们俩就没用了。在我面前你还敢逞凶，真是作死！这老东西竟然这么强，我现在都已经5到8品，在他的气息面前，竟然有种难以招架之力。放了他们，我留你全尸！老杂毛，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？我现在在挟持他们，你让我放了他们？你信不信我直接把他们2个给杀了？你在威胁我？没错，我就是在威胁你。所以现在，你从哪儿来，给我滚回哪儿去，否则我就动手了。小畜生，在本真人面前还这么狂，你就不怕你死无葬身之地？哼，老东西，给你体面，你不要啊？行，那我来帮你体面。你要再多说一句废话，直接就把他俩掐死！狗东西，你以为就这点手段就能威胁我？主人！老杂毛，要点脸行吗？还对3个女人出手！放了我孙儿，我饶他们仨不死！没想到这老杂毛真豁得出去，而且我的实力还差点，看来只能后面再找机会了。要不这样吧，你把他们3个放了，我就把他俩给放了。你先放！我的腿啊！大蛋，你竟敢！我要闭嘴！我不是在跟你商量，这是命令。放人，不然我一巴掌下去，他的脑袋就砰！好小子，算你狠！走，你们先去灵道院，我等会儿马上过来。可是什么？放心吧，虽然他的实力比我强，但是他暂时也杀不了我，我自有办法脱身。好，我们这就走。反正昨晚你留了种，你要死了，我给你守寡。主人，你可一定要回来，不然嫣儿可就要独守空房了。等我回去再好好收拾你。好人不长命，祸害1000年。大流氓这么凶，肯定不会有事的。臭流氓，你一定要回来！放人！老东西，我虽然现在是技不如人，不过别着急，欠我的躲不掉。老杂毛，洗干净脖子等着，等我来收你们的命！哎，你们能不能不要再走了？我不是说了吗？好人不长命，祸害1000年。大流氓这么坏，肯定不会那么轻易就死的。闭嘴！我不许你这么说，主人。主人虽然修为能力强，但他修炼时间实在是太短了。那老家伙人老成精，我担心主人扛不住啊。就是，于明阳是真道院院主，早在几10年前就突破到了5到9品，现在更是不知到了什么地步。不行，这件事我必须要请师尊帮忙，现在也只有我的师尊能救他了。谁说我要死了？你看，我就说大魔王那么坏，肯定不会那么轻易就死的。
我要是死了，谁来收拾你？啊！你胡说什么啊？怎么，主人？是奴家和几位姐姐满足不了你吗？还是太了解我了，不枉我当初留下你当通房丫鬟。那主人到底什么时候给人家转正啊？奴家想一直跟在主人身边。你就是我的女人，谁敢相信？怎么，你想跑吗？我打断你的腿。行了，你们都出去吧，我有点自己的私事要处理。系统，现在怎么算？恭喜宿主完成选择，已知抱怨以恶制恶，并超出系统预期，奖励升级，奖励宿主地品功法庐山升龙霸。超越了天品，只存在于传说的地品功法。看来老天也在帮我修炼了这功法，我就不信弄不死那老杂毛。系统，修炼。终于9品了，可惜了，9品的功力看来还是无法完全发挥出来全部力量。不过没关系，鲨鱼通天应该已经绰绰有余。没想到，除了于明阳以外，上玄宗还有5到9品的修者。我也没想到，能让我2个弟子为之着迷的，竟也是一个5到9品强者。我说呢，原来是上玄宗灵道院院主，怪不得有如此风采。你既然知道我是谁，就应该知道我来此的目的。我希望你走，去哪儿都行，但是要离开上玄宗。怎么可能走呢？我来这儿就是找他们报仇的，他们不死，我义不平。报仇？以你现在5到9品的修为，你去只会送死，还会连累宁鱼和九九。我现在已经是5到9品了，昨天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。你真以为于明阳能当上真道院的院长，凭的是5到9品？我不妨告诉你，就连上玄宗宗主都是他的兄长。所以你的意思就是，如果我要是和他们为敌，上玄宗主也会来阻拦我。上玄宗宗主代表的是整个上玄宗，换句话说，你是在和整个上玄宗为敌。你搞清楚了，不是我要和上玄宗为敌，是上玄宗要与我为敌。再说了，就算我和上玄宗为敌，又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你还真是狂妄啊！虽然你的修为是5到9品，但于明阳和上玄宗宗主于明道也都是5到9品，你怎么打？多谢担心，不过不用在意，我只需略微出手就已经是他们这个分段的极限。即便是2个，也就是多出手1次。我5到9品，满级功法还有地品功法，杀他2个5到9品，易如反掌。你这个人怎么油盐不进呢？于明阳和于通天已经密谋召开宗门大会呢，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审判你，抓你的人就要来了，你还如此自大。恭喜宿主出发选择，选择1，认怂逃走。面对即将到来的上玄宗审判，灰溜溜的逃走，隐姓埋名。奖励宿主编织草鞋技能，让宿主能够安度余生。选择2，当众翻领剑指于明阳，斩杀于明阳后，奖励宿主无敌之心，激活后能短时间提升宿主1级修为。
这次选择倒是有意思。系统，我要弄死于明阳后，做了别的呢。系统会根据宿主做出改变的程度给予奖励。那这一次就给他玩一个大的，宗门大会。这是个好机会啊！如果我当众弄死他们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应该很刺眼吧？你要弄死他们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当然有问题啦！我刚才说的话你是没听见吗？他们可都是武道九品，而且是修行上百年的九品，实力深不可测，连我都不敢随便与他们交手。你不敢正面，因为你不够强，而我不一样，因为我无敌。我真没见过这么嚣张的。那现在你见到了，而且我要让你见到我更嚣张的一面。登徒子，哎，别那么暴躁嘛！堂堂灵道院的院主，竟然是如此倾国倾城的美人儿，哼！我喜欢。你无耻！放手！你是我弟子的男人，让他们知道了，我还做不做人了？行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武道九品在我这儿完全没有还手之力，他们也是一样，在我这里翻不起风浪。哼，你别太自信，你实力虽然是不弱，但他们毕竟早已到九品多年，底蕴深厚。放心，我自有我的手段。放心，我自有我的手段。哼，你自己找死！这次就当我没来过。等明日我把他们打下来，就给你做聘礼。柳如烟，把陈阳给交出来吧！那小畜生必须死！于院主是在说笑吗？陈阳又不是我灵道院的人，我给你教什么？不可能！昨天我真道院弟子亲眼看见他进了灵道院。你的意思是，本院主说谎骗你了？你，柳院主，真相如何？我不想过问，但是我希望你能明白，你是上玄宗的人，不要以为你武道九品就能为所欲为。陈阳啊，陈阳，希望你所谓的话是在逞强。我能做的就是帮你拖延一下时间了。于院主是属狗的吗？你做的那些事情闹得天下人皆知，这就出来乱咬人了。柳如烟，别那么大声啊，我听得见。够了，你们可都是上玄宗的两大院主，这样争吵，让下面的弟子看到了，成何体统？不是吧？这真假的？如烟师妹，何必为了一个外人伤了咱们的和气呢？师兄，你们的事儿跟我没关系。师妹说笑了，这种小事我自然不在意。不过我这次出关是为你而来。师兄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师妹莫不是忘了，我闭关之前就说过，等我出关，你我二人结成道侣。等我解决了这个祸乱我们上玄宗的逆子，我们好事就成。原来宗主要和柳院主结为道侣，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儿。对呀，本来以为是为了陈阳那狂徒所来，没想到有这等好事。听说柳院主倾国倾城，也不知真假。这是想通过这种方式逼我将陈阳交出来吗？怎么，师妹这是不愿吗？老东西年龄不小，心还挺野。可惜啊，我的女人不是你能觊觎的。哼，我就知道这个大流氓不安分。主人太强了，多几个姐妹也好，不然奴家还真受不了。妍儿，还不赶紧下来！我把这上玄宗给你打下来，以后让你做宗主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我什么时候是你的女人了？怎么了？我还比不过这么一个老头子。放心，做我女人的事，等我打下上玄宗再说。
现在乖乖看着就是了。你刚刚的话我当你没说，但今天你不该来的。昨天我没杀了他们，已经彻夜难眠，多让他们活一天，我就寝食难安。所以今天他们必须死。老东西，想好怎么死了吗？放肆！哼，我没去找你，你倒自己找上门来了。大哥，让我来就行了。昨日要不是孤立通天，他早就死在我手下了。陈阳，你一个凡人生的，竟然妄想来找我复仇，还把我们真道院搅得血雨腥风。昨日为了我的孙儿让你逃跑，今日你必死无疑。行了，今天既然我来了，就别想善了。我先杀死你，再杀死你，最后再杀死你，让你们一家呀在下面团聚。只要弄死于明阳，系统的奖励就能到手。到时候借助无敌之心，于明道也不行，只有死路一条。伶牙俐齿，今天让你见识见识我们上玄宗的顶级功法，让你知道什么叫做蝼蚁撼天。神龙变！我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大地级的功法——庐山升龙霸！这是什么力量？怎么会让我感觉到心悸？我已经是5到9品圆满，还会有压力，不好，有危险！这才是他真正的实力吗？怪不得他不将于明道兄弟放在眼里。老东西，这就是你上玄宗的顶级功法？也不过如此嘛。这怎么可能？昨天你还是5到8品，一夜之间你就成5到9品了，你还是人吗？修行这东西是靠天赋的，你以为都跟你一样，一把年纪了还这么菜？遗言说完了吗？准备受死吧！住手！你说住手就住手，那我岂不是很没面子？我可是上玄宗的宗主，给你脸你是宗主，不给你脸你就是个老匹夫。你在我这儿没有脸。你个小，你好狠的心，说杀就杀！你杀我父母的时候不也是说杀就杀吗？怎么了？现在轮到你就受不了了？那怎么能一样？我弟弟可是5到9品的强者。你父母只是卑贱的凡人，能为我们修炼而死，是他们的造化。卑贱？你不会觉得自己的修为高人一等吧？行，那现在我比你强，我说什么，你就得受着。小畜生，今天我一定要你死，给我弟弟陪葬。若是之前，我或许还有点顾虑，不过现在这里是我的主场，系统领取奖励。恭喜宿主完成选择，斩杀于明阳，获得奖励无敌之心。无敌之心还真是个好东西啊！被一念之间就能让我有超越5到9品的实力。老东西，我看你怎么打！奇怪，刚刚还没有这种感觉，为何现在看他，竟让我有一种顶礼膜拜的冲动？这小畜生心狠手辣，明显就是要弄死我来的。我现在只有一拼，没有别的路了。来吧，我给你机会。狂妄！我就不信了，我1世苦修，还比不上你短短的几日修。给我死！怎么可能？怎么会这样？现在还觉得自己高高在上吗？还觉得凡人的命如同蝼蚁吗？现在还觉得自己高高在上吗？还觉得凡人的命如同蝼蚁吗？还觉得上玄宗凌驾凡俗吗？凡人就是蝼蚁，修者掌控力量，奴役凡人怎么了？这就是命。
去的鸟命！谁敢说自己高人一等，我弄死谁！你改变不了，这就是世界，物竞天择，弱者就活该被奴役、被控制。整个修仙界就是这样，你不满，你就是跟整个修仙界为敌。若整个修行界就是如此，那我就打穿这个修行界，让你们全都滚去种地，一切都结束了。不，还没有结束。不，还没有结束。对哦，我差点忘记你俩了。徐有容，你的靠山都死绝了吧？陈阳，求求你饶过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与你为敌。你是怕自己死吧？你的修为是用许多诸如我父母一般的人命堆积起来的，今天我就要让你全部还回来。你要干什么？进来！毁你丹田，换你修为，是你们欠我的，但是我不会那么容易让你们死。我记得上玄宗的后山好像还缺2个奴仆吧？我要让你们穷极一生去赎罪。陈阳，你个疯子，你是个疯子，你不得好死！这就受不了了。放心吧，你们许家欠我的，我会让你们百倍偿还。等着吧，我姐说了，陈阳活不过这2天，等他死了，就是我在上玄宗呼风唤雨的时候。那是自然，你有你姐照顾，上玄宗的人也不敢招惹你。咱们许家也是好起来了。为何我这心中总是不安呢？成儿，你说你姐那边会不会出现意外呢？不可能，虽然陈阳那小畜生是有点实力，但也就在普通弟子面前装一装。我姐可是请了真道院的大师兄来，5到9品的境界，陈阳必死无疑。唉，那我就放心了。要是陈阳真的死了，咱们许家可是如日中天了，到时候为父必然是普天同庆呢！啊，什么事这么高兴啊？啊，我说陈阳他就快要死了，他什么事这么高兴啊？啊，我说陈阳他就快要死了，他笑？怎么不笑？是不喜欢吗？看到我活着，是不是很失望啊？你怎么还活着？我姐呢？我不能活着吗？我好好的活着，你猜你姐会怎么样？不可能！你骗我对不对？我姐不可能死，她不可能死！我姐不可能死，快就快来救我了！这就疯了，浪费我心情。接下来就轮到你们了，10年的搓磨，我要用你们的命来偿还。处理掉。解决了。主人，都解决了。怎么了？主人，奴家想要回顾一下那晚的感觉。主人，奴家还想要。别跟我玩火，火真来了，你扛不住的。我扛不住，不是还有别人吗？什么？姐妹们，出来吧。我是被燕儿拽过来的。大坏蛋，这下便宜你了。我们师徒3人应该会让你很有成就感吧？你的骗你我收下了，现在做我该做的事。行，那就一起上吧。我无敌，你们随意。
就让我们决战到天明。